欢迎来到科技烂新的一期节目。今天话会讲飞牛 OS。飞牛 OS 的话，我们今天用这个 VM 虚拟机来直接安装。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Windows 是 x86 的架构，而且需要开启虚拟化。虚拟化已开启，立即下载，让它去下着。在果壳剥壳这边去下载的，你们也可以去试一下。虚拟机安装一下，一步到位的那种自动化安装。下一步的创建一个虚拟机，我们选择自定义，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光盘镜像飞牛这是我们刚才下载的，双击进来，点击下一步，这边就是 Linux 无版图，保持默认就行了，这个没关系的，这个不是最终的。这边呢，你也可以这样去放。下一步，给它分4核心，4G 内存给到它。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 Windows 有多少资源为这个虚拟机提供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建议大家选择桥接模式推荐。这一块呢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磁盘，我们给它多少 G 呢？给它30G 这个你可以自己看，根据你当前的宿主机的硬盘，就是你 Windows 的硬盘来去提供它。多个分区，这样的话也是 VM 虚拟机推荐的。你专门找一个目录去建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飞牛，还有一个 iStore 都放在这里面，你可以这样的去放，是这样的一个格式。我们点击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就已经创建成功了。点击开始虚拟机，好，它就开始进行一个安装，可以用键盘上下去切换。我们选择第一个，好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拿鼠标进行一个操作，给系统盘分一个分区。我们不能把这个空间全用了，我们还要有存储空间，还要给一些，所以我们系统盘给它个15，这个你们可以给多点我这边只是做测试。虚拟内存我觉得不需要给那么多，我给2G 就行了。这样呢，我们下一步，好，我们点击确认，然后呢，它就开始进行一个配置，开始安装。它安装的是我们目前最新的 0.9.12 很快应该就会出现 V1 的版本了，因为飞牛也基本上快有正式版出现了。有很多小伙伴是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玩飞牛了，而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，所以有一些心得呢，可能跟其他小伙伴表述的不太一样。我有很多吐槽的点，也有很多夸赞的点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点击下一步，我这个是默认的就可以了。虚拟出来的飞牛的局域网 IP， 我们点击保存，这个全都是自动的。很多系统呢，它都是让你手动去配置的。它这边做的不错的一个点，现在的话你就开始启动飞牛了。启动以后呢，它这边有它的一个网页的控制面板、访问地址，80%-90%都会在这里面进行操作。168.1.4这样的。好，现在的话，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引导向导。我们点击开始 NAS 之旅这是作为一个你的 NAS 的飞牛的一个标识。飞牛的用户名，以后很多服务你都会用到这个用户名和下面你将设置的这个密码。不光我们的登录页，还有我们 SSH、WebDAV、STPF 等等这些业务呢，你都会用到这样的用户名和密码。我们点击下一步，让你装一些应用你可以点击一键安装，这之前是没有的，它好像是最近几个版本里头才有的。但是它这个引导呢，又会有一些问题，你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下点不太行。到它的存储空间这个地方来，应该创建一个存储空间。这边呢，我们留了15个 G， 就刚才我们系统占了15个 G， 我们现在再用这15个 G 作为存储空间。它这边会告诉你模式的一个优劣。第一个，我一般选这个这边呢需要一个盘符描述，影视盘一般都会选跳过，重要操作呢都需要输入管理员的密码。这块呢它就正在格式化，给我们去创建存储空间1就已经创建好了。接下来呢，你才能去装一些应用，你可以到它的应用商店来去安装我们这个相册，这个是我一般安装的。还有个影视，我觉得这2个都是做的比较好的，虽然应用丰富度跟其他的 NAS 系统可能还存在一些差距，但是它的交互各方面更加开放。当然也有吐槽的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NAS 的整个生态都是这样的。你看我鼠标右键在桌面上没有任何反应，
我鼠标右键呢，我可以去调整一下壁纸啊，我可以有一些刷新呀，可以装一些小组件啊，这些其实都可以去设置，但是它并没有，而且图标也没有右键。你看它这个地方又可以右键了啊，所以它交互有点割裂，这个是我感觉下来的。然后这边的展示其实我是挺喜欢的，你可以不要5666，你可以改成5668、5669也行。我们着重要关注的话就是这个 SSH， 未来我们会经常去使用，在终端命令行里头去操作更加有趣的工作，就不用在这种图形化界面要点很多个窗口、很多个菜单。这个给你开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大门。我们之前讲的内网穿透呢，你都可以在这个 SSH 这个功能里头去，它是关闭的。你把这边开启了以后，你的 SSH 22这个端口你就可以去使用了。你的 Web DAV， 如果你在外网想访问家里的文件系统，就可以通过这个 Web DAV。如果你是局域网的话，我更倾向于大家使用这个 SMB 啊，它在内网传输也是非常给力的。的一些业务流转可能都是 SMB 这边会用的比较多一点。飞牛这边呢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很多种传输方式。这个 Docker 的话，我们现在需要给它配置路径。然后你可以给它配置到存储空间，你可以配置到一个大点的地方，因为有程序会很大，需要去这样的操作一下。如果你 Docker 镜像拉不下来的话，这边有个镜像仓库啊，你这边可以选择设置，选择加速源。加速源它是默认给你了2个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默认给我们加速源不太行，你可以自己添加，点击添加就行了，对吧？它移到最前面啊，我点击重启。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配置了 SSH 功能，这边是已经打开的，需要一个 SSH 连接工具。我这边用的是 Telemuse， 你可以去使用什么 Find Shell 啊、插 Shell 都是可以的。新的地址这块呢，你就填 192.168.1.4.22， 这块呢给它起个名字，飞牛的用户名和密码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点击连接，因为我们 SSH 功能已经打开了，所以你这边直接就能连上。然后目前的话，我们现在是一个美元符号，看到了没？这个美元符号是普通用户啊，所以我们要提一个权。提权的意思就是我们变成最高权限 sudo -i 回车，它需要再输入一下你的用户名密码，这边输入是不会显示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变成井号就变成 root 的这个身份了，我们有最高权限了，你就可以复制这个命令了，就可以在这里头玩了啊！这里头玩的东西就会很多了。第一次呢，你需要点许可，我们点击 Y， 我们先更新一下系统，选择2，飞牛的底层 Debian 系统更新到最新，超越飞牛给你营造的这个效果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飞牛的软件包都是最新的了。然后在11这里面，你想装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的。比方说我们要装一个 TV 的，这边选择1，默认端口8074，那我们就回车。这边给它设置一个密码，随便，它就去拉取镜像了，就已经 OK 了。5666给干掉，把我们的8074放进来，然后输入我们刚才的密码。然后它这边呢是有一些官方声明的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下，还有这里面的所有的你都可以去安装。你可以关注我之前出的 FRP 内网穿透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怎么去把你的服务暴露到公共网络。我可能到外地出差，我在外地要访问家里的东西，都是拿这个 FRP 内网穿透啊，可以直接搞定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啊，主要就跟大家讲了飞牛如何安装，如何去使用，如何配置一些我们未来的一些基础，更好的去玩耍，去做准备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欢迎一键3连，会做出更加有趣好玩的节目给到大家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